清楚一下。高三战士们，紧急行动起来，决战高考。高三我将卧薪尝胆。100年上坚持60分。世界史、信用物质啊，世界国有历史。对这吧，要的大学考了，给死了，给人生了。我应该留在重庆读书下，然后考高中、考大学。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？我就压根不喜欢读书，你让我读书，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。不考会输得更惨，考了还有希望呢。别着急，2天了，2个24小时。高考必胜！3个红线啊，不能碰，不准存在啊，男女生接触过密，不准上网，还有不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，不要抽烟啊，尤其那厕所要多啊。如果你被逮到的话，那有麻烦事情啊，有麻烦事情。尽量陪读啊，尽量陪读，不管是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啊。某些同学啊，他快坚持不住了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你就能成功。哪怕你现在是倒数第一，时间花上了，至少3本能考上。Was the one that has dropped by percentage 18 after 30 years, and not best, and not. 世界决定物质，世界的本源是物质，世界史、信用物质啊，世界国有历史。Come out, publish, come out, take a place, take a delay. 还有现在做人民的，然后在包装是调研图文，你在前面。多少为第一个句子，目前已经有部分言辞案的。你不留的没有3个8个我的。常做，环境产业常做常见的。好了。你那个豆芽的话啊，你没经过咀嚼，直接就把它咽掉了。最终你的粪便中也有那个豆芽。那你讲，你粪便中豆芽这个能量属于谁啊？就这意思啊。你讲那个衡水中学的话，它叫铸造厂，我们这叫修理厂。其他都说他这个学习态度不是很好。少个东西，我有可能一中午都在教室，我有可能一中午来2趟，12点半来1趟，我1点40我又来1趟，还有一个有可能就我一天都不来，但学生搞不清楚啊。你看去年那些学生他狡猾嘛，他把那课表上好了，那小孩都很善于伪装的。他们准确的讲是高考的失败者，他处处防着你老师，处处防着你家长。哎，语文书准备好。请各考场监考教师分发试卷。请各位监考教师对考生的桌布桌面进行彻底清查。
心里难过。什么原因难过？考得不好才难过呢。考得不好难过，快点，别着急，可是只要这一天过去，我没有荒废，我没有冲瞌睡，啊，我都在全神贯注的听，就可以了。那你寝室那个寝室关系怎样呢？就是像衣服、衬子啊这东西，是共用呢？共用啊？哦，那还好，没有闹矛盾吗？什么之类的？寝室可丢东西？没有啊。你就属于是2本和3本之间这个擦边球那种，你可感觉了？啊？那你差个别，你考3本我讲难听点啊，有可能毕业就失业了。你寝室人太多了，而且那学习太多都不大好的，我也没法控制，平时太吵了，是吧？你家长就打工挣3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你这个考个好2本，工作不用你找了，用人单位找你，是吧？部队听到没有？部队，你马上到这个东门来一趟。跑到这后边去，全部都跑出去。你这嘛，我喝死，把老婆狗那个进。啊，你给进去了，跑我全部都跑出去了。你把狗搞进去了，全有人妈给打死。你在这狗了，有来着吧？别手。哪呢？行，太吓人！别老算着，那个小子给打人了，那狗太大了。不要我这边带了，我一个你过来，你还往这边带，你别黑我。我贩过苹果的，捣过大豆的，这个一亏再亏，那2年亏了10多万。从我知道我爷爷那一辈到我这一辈都没有大学生。如果我有了大学文凭，正保证里面任何一个办事可能就有我的一席之地。关键我现在全给他知道。今年我家儿子应届高3，我至少有信心这个孩子能走个好学校，因为市政保持前3名，明年前茅了。我让孩子是不输在高考这起跑线上，能吃上一碗比较轻松的饭。你觉得你能干多少个？你能干哪一碗？数学能干哪？爹，干哪一碗也不一定。哦，那这还是觉得可能是不卷啊。小考你当高考考，大考你就当小考考，这样你心态就平衡了。你别觉得小考无所谓，小考你规规矩矩的，大考你不放生安了，不就一次考试吗？那种心态才对的。我跟你讲，他有可能是跟康熙串通好了，他先请假，然后康熙呢，第3届自习，他让他拉肚子，他也要回寝室。我现在他就编，我叫学校校进去为送出，我跟你讲的，他又不干，他说你别打电话，打不电话你麻烦他们掉了。
我有点怀疑他不是假病了。主学生的话，他有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他没病，他装病。你要真到医院的话，有可能他也到医院去了，他挂的不是药，他挂葡萄糖。哎呀，真对。我等你半天都搞的。拿到了，然后全拿到了。你说那个黑板上写的呀，卫生情况，你根据那个卫生情况的话，可以就是知道他们的寝室做什么事情。像今晚上这些女生都搞什么呢？肯定买了好多零食，给他吃。好了。没有。啊？这是胃病，我要胃疼。他胃有问题啊？他感冒，然后胃好疼，好难受，他连躺床休息。他可到医院看了，去了。去了，然后给他开了药。没事，我都可以把你叫出来，让你滚蛋的。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的学习态度比不上前几个月。对啊，我想过很多次呀，就是我还是不知道，就是到底是哪出问题了。但是我也想，可是我就是无法控制我自己。你们怎么干的？你们结果在剪刀手上面，是吧？写的黄色段子、黄色内容，就这个内容就交给老师了，好吧？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啊。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，不要自己制定一个字画，自己在玩啊，你就把自己搞完蛋了。我不是什么，授课老师要求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这个家长来，我人家防着他，啊，免得他惹点事情嘛。他有事情对吧？他不老实，你们都心里清楚。你是张武涛家长吗？来。我喊你来的话，管几天，他不会管时间长的，你自己看看。按照你小孩性子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是该来了，最好你来陪着，你别做你生意了。你再做你的生意，你小孩真的是考个3门，或者说考3门又多一点，或者是3门考不上，考不上都有可能。那你怎么干？我挣不到钱，家庭情况太差，要是有一点点好的家庭。这开车来的？我哪有车？我要开车来，我开车来倒可以了。他房租的话3000多块钱嘛，我考虑你不愿意不情愿的不就算了吗？哥的，我也不是强求，哥的。大的到上高3了，到辅导了，我小的又到上高1了，我有心不给他那种低说高冷了，重点还是培养他2个，关键就是金子装上。我只能讲是，我只能建议你家长不要看到眼前，你眼前的话，你把我刚才你这个情况，你就是看眼前，你这样的话他这个成绩。他打电话也跟我说了，他下乡一塌糊涂。这节什么课？这节什么课？我不耽误你上课，你一定要回去上课。那个，我跟你父亲先谈啊。好，你即使你父亲不同意你搬出去住的话，关键在哪住也都一样啊，关键靠你自己。但我担心你这个你那个心态，还有那个寝室那个环境，它是有问题，好吧？好，你去吧，你去上课。他目前又不知道，你就我一个在外面，一家的生活，包括农人风俗习惯，你知道，行情网费，各方面开支都是我一个手出，我一个人挣多少钱？就这里边搞了个小贩路车，就是180块钱一天，下个月还挣不到钱。关键是你小孩，对，什么事情还是你决定。我怕到时候你小丫头她责怪你，你这丫头责怪你。你拯救人这个小孩，就拯救你一个家庭。他如果考个好2本，那他就翻身了。那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再帮他捐款看看金。我给你凑3000块钱，我2、3千块钱看看金。因为他是想好，这样说倒是可以。这样说，但我只能做到这一步，哥的。你不是那全班的话都让我记，那我这个那我怎么跟受得了那个的？这样说的是我倒是可以。人生就像心电图，一帆风顺就说明你挂了。在广州，人们把富起来称为成功，把沉下去叫做失败。其实，在沉浮之间，有起有落才是真实人生。火葬场的炉门前，棺木
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。人生，是吧？怎么讲呢？因为人生是短暂的。那我怎么告诉你我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呢？来到这个世上怎么样？走一遭了呢？我找到了，啊，我亲爱的水瓶。高考是人生的考试，在奔赴高考的路上，面对自己，面对家人，你们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跟困惑。我们校园广播站将开设“说出你的烦恼”栏目。你给我带个人，我是看不着吗？你不是给我带着看啊，就不会跟待在外头干的。我要不然我就报警，高三的发毒誓，那谁能看到呀？丢人的！我讲这他妈这学校教的学生这么素质这么差，不找你讲，要找我就讲了。我家是男孩家就无所谓，你这个随便你这么讲。听讲啊，跟我们到派出所去啊。我们县没有，我这地方在这学的。你去个咱这个东跟到派出所。他讲他是一个私家车送了一个学生去医院，去医院呢没给他钱，没给钱，他要到学校的挨班车，怎可能呢？他生气了，我们不就不能把矛盾留在学校，这是个根本东西。你把矛盾应该把它化解掉了。你这来打呼吸的时候，他就找到这样做的，那就麻烦了。来，我们直接过来碰一杯啊！这老师，来，过来。你这么不理课不睡觉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上课睡觉就觉得对我智商那种。那我就不想。就是你每次只要一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话，王婆婆就会在那喝奶。你可以问他。我们当时那课程表不是日常的，就是看有时候我们会发现陈老师不是到那边哪个班上课嘛，有的或者哪个同学一问我能问到这哪几节课，他然后总结出来。礼拜4中午肯定不会来。礼拜4中午一定不会来。他是魔法学院的院长。这在马上是个难忘的回忆，就感觉这么多年，刚开始在教室里面等着，感觉非常羡慕莫兰长，就搞死不想来。放假之后，就是现在上大学了吧，感觉莫兰长这时间真的很充足，大学真的很无聊。真的，我太无聊，真的是这样。每天早上睡到12点，然后起来刷个牙，室友帮我带饭，然后过来吃好了再接着睡。大学是晚点啊，牙店长说不许喝酒。我想李晶一喝酒就疯到了。啊，李晶来，来。鉴于石老师那个智商变高，不是我收了我智商一直都非常高。你高考的时候，一个分数同一分数的至少有200人，有几百人，关键还要细心啊！如果你真的全神贯注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考个1本帮拿线这都可能的。
你们刚刚打个钱，那你这个2本里面不就经理挑了吗？你想填什么样都找。还有的话就是我讲那个捐款那个事情，你要愿意的话，我就跟他讲；不愿意的话，不愿意看看别人丑，哎呀，是吧？你再考虑考虑哈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丑的事情，是吧？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你考上了，你对妹妹也起个表率作用，你妹妹有可能就学习态度端正了，你这个家庭不就糟了吗？我的童年时代啊，这个家乡是山清水秀的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爬到地上就能喝水，雨下满地。到我中年的时候，这个湖滩是遍地都是粪便。这粪便呢，那个湖滩洗衣服都不行了。增高点了，就马上中学去的人太多。我们马上中学大概有3万学生。那你再加上这个陪读的，陪读有的是一陪一的，也有2陪一的，有一家老小陪一个人的。这样的马场，你要本来一个小镇就1万人的小镇，现在就聚集4、5万人。到这里面来，孩子受折磨，父母家长受折磨，但是为了孩子的明天没办法。3年时间，培养场要13万，无纪律不听话，咱咋讲？因为中国现在这个高考指挥棒，咱们指挥着的，你这个高考缺1分，你不行。如果没有高考指挥棒，就不存在这样这个畸形的、巨型的航空母舰，可以讲它是一个航空母舰。毛蛋场镇会越来越好。啊，宋祖英不有一首歌吗？越来越好吗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要这个吧？要这个？我再查一下，我看你多少年。35错35个，这里33，45错33。再就是朋友圈。点个头啊？那你平常1个星期都是这时候啊？点个头啊？你放到这个来，我看看。你放这个。这样呢？对，没东西。没东西。好，行。再打开看。对。好。茶叶个呢？下来把整理整理，不人家棒棒糖都过期了吧？你是没有啊？那你就上课扶着了，看真假？我没仔细看啊，你别撒谎啊。这英语课不想听，听不进去。他听不懂还是干嘛呢？老师讲的都是书上的，书上都有，不想听。哦，书上都有，那数学的吧，那公式书上不都有吗？你看看不就会了吗？好，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哈，明天再讲吧。你抓紧睡觉啊，明早别搞迟到。好。关于做好防冻工作的紧急通知。由于近期气温骤降，为了防止冰冻损坏自来水管及水龙头，教学楼及宿舍管理员要将卫生间门窗关好。居住在平房的教职工要将水龙头滴水，以防上冻损坏。特此通知。同志们，好行政变，革新岁，骏马加鞭奔坦途，即将告别1个学期的忙忙碌碌。2014年春节正缓步而来。本学期学校设立了
安全办公室，收缴管制刀具和仿真枪支，确保了校园平安。各班加强教育力度，不定时检查校外寄宿生走漏房，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。祝大家马年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心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放假时间是20号开始啊，同学聚会少参加一点。人家都上大学了，你还在复习，奖学都愁。如果你同学联系你，你跟他讲啊，等你高考考完了，他来找你，他找你不得喊你吗？他没作业，他大学生哪有作业呢？你是有作业的，你本来就比别人慢点了啊，你再把这10几天给耽误了，跟人参加赌博啊，你家长喜欢干这个啊，然后你顺便学了这个，你真的啊靠自己管自己啊，你要真能管得住，你早都不坐这个位置，到时候啊会随机的打电话问你家长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啊？3月份、4月份是我们学生出成绩的最关键一个环节。你班级的稳定情况如何？教师教学抓的情况如何？对高考至少有60%的决定因素。昨天下午除3个在监考时候睡着了之外，还有一个留岗，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你在留岗。如果这样的考风不端正，我们纪律不严明的话，那么你想出成绩，我认为是一纸空谈。我们要有未知感，有未知意识。某种的成长和发展，实质上是在未知意识的前提下，每一年都在担心每一年都有一个进步，每一年都有一个发展。这个3月份、4月份这2个月很关键，现在就是你翻身的时候到了。哪怕你现在倒数第一，你都能考上。你现在不干啊，你以后就没机会了啊！你总不至于再来1年吗？我让你在前面读就相当于在全班同学面前一个许诺，你许诺完了哈，大家眼睛盯着你，你要照做哈。你也是发了一个誓地狱式生活已经过去了2/3，那个最艰苦的1/3也要到来，然后对未来有很多幻想，但我从来不相信幻想。一雪前耻，高考加油！作为一个高考的失败者，我想最简单、最根本的方法就3个字：拼一把。3年的享受也该换取那最后的疯狂吧。困难10几年的生涯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度过了，也算是久经沙场的革命烈士了吧。可我对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却越来越远了。从一开始的执着到现在的随意，可又能如何呢？还不是自己所造成的。说荒废了大半年，但是谁又知道这3个月内会掀起怎样一场革命呢？
用我们学长的话来说，我们大河流的孩子就是要比别人牛逼一点，用今日的心静如水换取明日的惊涛骇浪。最后的最后，允许我用最喜欢的阿迪达斯曾经的广告语，也是同样对自己的期待 ：Impossible, I'm possible。不可能，我就是可能。雄鹰战阵，国际长空，国际长空，纪律出征，亮剑成雄。100天，100天，每天纠正一个错误，高考中就能少犯100个错误。我们郑重宣誓，我们郑重宣誓，不做怯懦的退缩，不做无意的彷徨。我们的理想扬帆起航，圆梦2014，我们必将辉煌，我们必将辉煌。好，请坐。我不希望明年，不是明年啊，6月24号啊，你又来报名了啊，听了吧？好，学长讲，下课吧。因为一个复读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嘛，我改掉一个毛病，成绩就会上升一大截。这一年的话，就是来把知识补上的，就是学习那个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。这个精神有了，你在社会上也能吃得开。以后碰到一点什么挫折啊，那都是小挫折了。就这几个，就这个，我就在看他，太他妈老实了。是，知道姐。哦，嗑瓜子吧，这土着嘛。这个又要吃饭了，又要吃了。哎呦，果然他俩吃1节课。这笑的，怪不得吃鸟叫。这学生特别喜欢表演。他那个他困了，那才站着。他装，关键是他装。他带劲了，他说上学期我到他寝室收了一堆MP3、MP4，哎，带到一次之后啊，他一下进1000多名。来，我给个特写来，这个，你看他又看了，你看一下这是个。第二个他没学到的，不是。我在班上以前就讲过的，我讲我不一定就非要在教室外面转，监控室这个够轻的，他知道他犯错了，你找到他把柄了，一段时间就短了一段时间。他刚来的时候不都讲了吗？他哪个都想考1本，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慢慢都1本变2本，2本变3本，目标越来越低。现在我找你上来，看的都是你上课时的表情啊，看好了。你要再不相信的话，我请你家长到那监控中心啊，监控中心可以回放，我这是片段啊。你这干嘛呢？这看试卷呢。什么？看试卷了，可以。好，看试卷的话，你左手放哪去？左手放什么？你自己做事不知道？啊？吃东西。哦，吃东西了，吃什么？方便面。你还吃了好几口啊！我看了20分钟。学长，弄上来。你做第一组第一位都不老实啊！你搞成这个你吧，这4年不一样的，看是不是？干嘛呢？上课听课呢。听课的话怎么逮着这样翻书啊？复读又翻翻，一会儿翻翻的。他就讲一张试卷。哦，我让试卷粘反了吗？哦，还粘反了。去。别人都没笑，就你还笑啊！你笑得好灿烂。你又吃坏什么了？坐着。你这不生病了吗？让你坐着。啊？吃鱿鱼吃的。吃那什么那垃圾食品吗？不让我睡完就好。你真生病假？凭什么呀？真的，我脱下那人看我上那课一直脱下。下次上课不要那么活跃哈。你看摄像头在动开的。对啊。你不是上课看到的吧？他一直在动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摄像头它动，它都没声音，你都能看得到。这摄像头反光，那个镜头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你感觉镜头不一样，镜头在动。你还准备把你的水杯往上扔啊？可以啊？啊？等等啊！
他现在是你是爷爷来陪读去的？奶奶。奶奶来陪读去的。你给他奶奶讲哈，他陪读的话，只要把那后勤工作搞好，就是饭，还有把衣服洗掉，剩下的别问他，剩下都不要问他，剩下学习方面全是我的，生活方面是你自己的。那我都跟他说过啊，你跟他说过了是吧？还有那个小孩，我也给你交代好了，因为小孩到了后期的话，他可能压力比较大，闹情绪，你不能把这个气使到你奶奶身上去。另外一个就是我讲那个捐款那个事情，你们那个考虑怎样的？考虑了，不需要。啊，我不问你，你这是家长。他说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好，那个我到监控室拍了一些学生上课啊，他不专心听讲的一些镜头。你家小孩很认真，他是这样搞，他能考上，他肯定能考上2本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打保票。打保票。思想是不错。他现在是转变了，可是他跟以前哪有啊？你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打他是没用的，可是你关键是教育啊，他自己思想转变。比较差的一些学生啊，要更关注他们一些，因为他的学习态度要更差一些。我最怕学生若干年之后想起你，想，这些老师如果当年重视我一点，我会考得比这好。我怕他讲这话，只要他没讲这话，我感觉到我就成功了。我把这挂下去。来，放哪个？就放上那就行。最好这个，不用去了。请讲。学生过的话又不得入馆，大概12个人，一处的出事。我就在大门外头，我就在那大门外头，从2月那又是那一群。提出来，你看见那群？肯定是这个，肯定要高压了。我觉得这个不对的这个。对我打击有点个大，全年就300来名，妈人家不到3000多名，3500名，这个太不可思议了。愤怒，恨铁不成钢。如果不是高考即将来临，答案肯定是跑不了的，因为这大米也活不，肯定是私人原因。我现在也心也七上八下。我们把厂停掉了，我的孩子，我原来有个厂的，我伺候了。我拿这个时候我伺候他了。你在搞什么呢？你能给我好生解释你这段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吗？我看这件事我自己肯定干了。不能让是加上是成绩不好，就是这样说。这倒是讲的不好的，我们给你吃给你喝，也不过分要求你，也不想给你好大许，但你的成绩越来越不如，越来越不如。你要对是你自己，你奋斗的是自己啥呢？我们不讲我们为你付出，就像我们为你付出是应该啊。你让你再干，按成绩的反映不出的，成绩上你反映不出，你再干。也对嘛，走进其实，你才有智慧，往一本子支持。你真的一块智慧都没有，成绩是自己干的。
女生的话，她到时候高考啊，就怕碰到那她生理周期，就高考的时候啊，这期间我请个杨医生给你们简单讲一下啊，最好把那个那几天的话，高考的那几天给它回避掉是最好。这也叫非自理因素得分。那你们先讲啊，你们讲，我在外面啊，好吧？每一次就会比上一个月要提前一天，比如说这个月是2月2号，下月的3月4号，然后4月5号，然后我算一下，正好这个就是，我就害怕就是正好赶到那一天的时候，症状特别明显，痛经特别厉害啊。我估计我是我们女生中症状最严重，止痛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根本都做不下去，都是冒冷汗。有的时候就是每次考试之前就是喜欢拉肚子嘛，比如说我还有半个小时考理综，我就开始拉肚子。去年高考的时候，高考之前也拉肚子，我每一场考试之前都拉。反正每天要保持大便的要通畅。你像1天不解大便的，然后大便干燥。我还去年8月份的实习了20几天哦，就解一次大便，20多天就是不正常嘛。一进门回家第一天、第2天就正常了。越怕考不好，越怕在那个时候来。主要睡眠一次什么症状都没的，他们的睡眠那保障得了。你看每天晚上正常的情况下1点最迟起码到1点半最迟。你看早上准时6点就落呢。我在这里来陪他，晚上他回去，其实我自己都爬不起来，早上他走我也爬不起来。你也像俺们现在的今天得了啊，月考、周考，不停的更补搞的，这他本身就造成一种新的那个压力气氛。站好了。税费高，地费高，这个首先高，人也高，啥都高。你看房价在这样贵，吃的事情贵是人多了，他市场经济，他谁都管不到，他周日大黄盖着又大又矮。当时来的时候不知道有这种情况，来了人来了，钱都交了了，这门槛费都交了，4万5万都交了，钱揣他荷包似的往哪走啊？你走这钱没要啊，对吧？但是为了孩子上技术啊，他涨价的话，家长也愿意那个来批准。你没有文凭，你到社会上面，你只有吃苦力。我希望我的孙子呢，有成人成风。严师出好头嘛，不严就能好了吗？不严像这样的小孩都能当痞子，像这都18、19岁的他能打人了，他就能乱了，他就关了1他就不能出来乱了。他不得把门关上，你跑不了，你想跑都跑不了，就都是冰火农场关了老改呀。你往哪里跑？你想，你要翻着翻的学生，如果要是在调皮，反正得马虎，不是得1分钟2分钟哎。我听他们讲，还得马虎要得40分钟啊。高考就像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就是那样的，对不对？这竞争相互竞争，哪个考得好哪上去。像我这样的一个残疾人，孩子就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我是02年从这边初中毕业，07年高中毕业。像毛泽东这种教育，他用一种压榨式的、扭曲式的，然后把人的本性全部给弄没了。就像一个机器一样，把所有人做出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然后经过那个机器时候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就3年的时间，高考时间耗费了一个孩子，可能不亚于7、8年的一个精力耗尽。
毛丹厂的经济它全是依靠毛政，毛丹厂没有其他产业。那毛丹厂这些如果一死的话，毛丹厂经济就死了。毛丹厂经济一死，啪，该干嘛的干嘛去吧。我让他在外省。我去年估计考的还蛮好的嘛，那今年怎么估着你来怎么考这成绩怎么掉这样子的还？赶上我问一下，这人走不了。出来往里去打，就应该给他这个惩罚了。他怎么给他惩罚呢？听过。啊？打的那样子嘛，踹的那般。打的这种，我不想把血崩进来的。但这当时你看不打日不着。掉都很让人接受不了，知道吧？他自己我们自己都接受不了。我说你掉，你像你掉2百米和秦玉江、秦玉库一的，掉太多了。考了不适应。那还非要吹的一个。你问他想，他又不知道怎么，你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怎干呢？你俩有什么感觉？他考下去，你俩有什么感觉？你想哭什么感觉？挺提。他自己还讲过的，我绝对不会去罚写的，罚多的。你不罚多之外，我说你考的不好，肯定你爸不会给你走的。我就跟他这样讲的。不罚写的，我不干，我不罚写，我不想罚写。搞个水够喝，搞个水有时间。